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戴河会议后的中国政局有点忙。那么为什么？我看了一下啊，政治局常委包括委员级的都活动比较多啊，这跟北戴河会议之前的情况截然不同。那么北戴河会议之前，大家可以回溯一下人民日报啊，就可以知道，基本上政治局委员都很少出来啊，基本上所以大家都好像就没什么事干啊。所谓的观望，应该在北戴河会议之前，这个政局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当政局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那么这些官员为了自保，就基本上就能不做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做啊。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犯错误啊，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基本上你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往前说1-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很少出来，常委都很少出来。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北戴河会议之后，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啊，什么汪洋啊，像这个李克强啊，都出来都非常的频繁了，就开始动作很多了啊，这个见光度就非常的高了，这个跟之前有很大的差别。这里面反映什么呢？反映2件事啊。第一件事，有些事情原来没有结论啊，或者是没有定论，大家就不好做事啊，就观望啊。这是北戴河会议肯定是形成了某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啊，这些结论性的东西或者明确了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一看形势啊，差不多就这样啊，就该干嘛干嘛。这是第一条，就是有结论，至少有一部分有结论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肯定通常结论跟什么有关？跟权力有关啊。中共内部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权力，最终落脚点是什么？权力。那么有些权力开始重新调整之后，那么大家就在新的权力架构下进行运转。所以该出面，该做事，该定政策，该抢一抢都要抢一抢，该抓一抓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是什么？明显的差别就是新华社跟人民日报这2个权威媒体都是权威媒体啊。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啊，那么新华社中国的唯一的国家通讯社，这2个地位人民日报高一点，但是你可以看2个的宣传调子差别越来越大。新华社使劲的拔高习近平，然后这个人民日报呢均衡的放其他的常委进去，这2个是有差别的啊，有差别。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观察有一点啊，最近今年上半年以来，习近平跟以前的行为有很大的差别啊。那么18年当然是习近平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定于尊就是18年啊，18年。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看不到其他人，只有习近平。那个时候习近平做什么呢？做3件事啊。第一件事，开各种委员会，制定各种政策啊。所以那个时候习近平都是什么？习近平是用委员会啊，最早是各个小组啊，金融领导小组、外事领导小组，什么各种小组啊，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然后再进行一次机构改革啊。机构改革怎么样？把这小组全部变成一个
常设机构变成一个委员会啊，国家安全委员会啊，就是各种小组变成国家安全委员会啊，金融改革、深化改革、深改委啊，全部都改成委员会，用这种方式把整个国务院政府系统全部架空啊，所以李克强基本上是最没权力的总理，就是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所有的总理里面最没权力的总理是李克强，因为他的所有的权力都被习近平用这种方式给拿走了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经常开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这是今年以前的时候，今年以来，习近平这种会就少了，明显少了非常的多啊，这种委员会少了非常的多。开什么呢？开座谈会，就说以前是开委员会，委员会干什么？制定政策。那么现在你看，习近平更多的开的是什么？开的是座谈会。座谈会跟委员会呢天差地别。委员会制定政策啊，是个权力机构；座谈会啊，发表意见，仅此而已啊。所以你可以看，最近习近平也活跃起来啊，一个出去走走，然后呢开座谈会啊，经常开座谈会。所以你看，习近平开座谈会越多，说明什么？说明他开始活动起来了。北戴河会议以后，你看习近平活动比较活跃起来啊，活跃起来。那么开座谈会，那么最新的一个座谈会是什么？最新的一个座谈会是叫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啊，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干什么的？对“十四五”规划的编制提意见、提建议啊。那么这个会呢，其实开的有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不一样啊，跟以前不同了。你想一下，“十四五”编制重要吗？你可以说它很重要啊，你可以说它很重要，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5年规划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市场经济随行就市，你怎么做计划？计划没有变化快啊。当然，中国还在做啊，“十四五”5年计划还在做，那做，老实讲，这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它还不是一个战略问题。你可以看2018年、2019年，习近平专门开什么会？战略性的战略规划，只做战略规划的事情，下指示，对战略问题做指示。像编制这种规划，应该是专家去做的事情。习近平来开这个座谈会，显得有什么？显得有点，这个要做具体事情啊，开始做具体事情，不仅仅是谈战略问题，这个高度就没以前那么高了啊，说明这些具体的事情他也要抓，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权力没那么大了，不能光做战略工作了啊。好，那开这个会怎么开的呢？这个会我们开这个会，我们去分析一个会议啊。第一件会议分析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谁来参加啊？谁来参加？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副总理韩正，这是2个常委。你看哈，开一个这样的座谈会，习近平参加主持会议，然后还抓2个政治局常委来陪啊。你看陪2个常委啊，这以前没有过这样，哪有这么开会？要么就是政治局常委会议，要么就政治局要么就老大开会，底下跟这些办事的，哪有说政治局常委陪着开会的？这都习近平任上发生的事情。一个是王沪宁，一个是韩正陪着，然后还有谁呢？还有5大金刚啊，5大金刚这丁薛祥、刘鹤、黄坤明、肖捷、何立峰啊。丁薛祥不用说，中办主任啊，这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
那么刘鹤副总理啊管经济啊，那么前面一个副总理叫韩正啊，这些都不用干做事做工作的，基本上陪着领导到处转啊，开会啊。黄坤明中宣部长，肖捷国务院秘书长，何立峰发改委主任啊，这都是基本上你可以看，肖捷，你看把国务院秘书长给抓过来，你说抓国务院秘书长，你前面有一个副总理，一个副总理，两个副总理，还把国务院秘书长抓来你这都不知，你看这五大金刚，其实你看这五大金刚，基本上党政都在这里啊。然后座谈会上面有9个专家发言，9个专家发言，你看一下这个专家，你就知道大体上是个什么路子啊。第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啊，这是个垃圾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谁？樊纲啊，樊纲是我跑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樊纲是那当时有个叫京城四少啊，京城四少就是当年的4个中青年经济学家啊，那么樊纲是其中一个。樊纲当时是社科院的经济所的所长，他基本上是在这些青年经济学家当中，他的职务最靠谱，因为社科院的经济所所长他是樊纲，一个是樊纲，一个是社科院，他是经济所，还有一个是清华清华经济中心的主任魏杰樊纲跟魏杰当时知名度最高。然后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钟鹏荣钟鹏荣就比较学术性更强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刘伟京城四少当年的京城。樊纲现在年纪也大了，也退了退的差不多了。你看现在跑到深圳去做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院长，然后做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这樊纲然后是江小娟，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的公共。江小娟有点特别江小娟她2016年到2018年她做过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所以大家可以看都是什么人在这里专家发言社科院副院长蔡芳然后发改委宏观经济院的院长王昌龄然后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明朱明曾经做过，我印象中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做过然后是陆明是一个经济学家然后是一个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所长。还有一个是谁？这个深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这也是个垃圾这块垃圾跑的原来跑到深圳去了，你看都往深圳跑9个专家中间9个专家有2块垃圾2块垃圾好，我们讲讲习近平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们边讲边评好吗？第一，他讲话第一形势判断他形势判断他这么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这是习近平对形势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什么意思？其实就讲一句话，什么意思？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各个领域，经济、科技、文化、安全其实就是军事、政治
都在剧烈的调整。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越来越险恶，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啊，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啊，这就要吹牛了啊！这个牛怎么吹？吹给大家听一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这习近平呢上来就讲什么呢？把这个建成小康社会和已经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意思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已经小康了，我们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了，这就自己帮自己完成任务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啊，就是我们已经很发展了，只是呢还不平衡，还不充分，很发展，但是不平衡、不充分。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有1万美元，城镇率超过60%，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个话呢，就怎么说呢？他就不讲这个李克强。李克强其实那一炮点的影响很大啊，就是说，当习近平一吹这个牛的时候呢，所有人马上脑子里会想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想起来李克强讲的，中国有6亿人口，一个月的收入不超过1000块钱。中国有6亿人口，其实这6亿底下还有很多啊。中国有3亿人口，一个月收入不超过500块钱，所以习近平吹这个牛一下子就没气儿了啊。这是第二个，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习近平先让自己完成任务啊，把他制定的任务啊宣布我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战略方向啊，战略方向是什么呢？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啊。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啊。他重新开始继续讲这件事情啊，然后他就这么说，他说，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那么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 9.9% 降到现在不到 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的释放。这是谁说的？这是刘鹤说的。这是刘鹤给习近平的方案，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呢，他当然要给自己找个理由，意思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内循环了，那未来呢会越来越内循环啊。也就是说，毫无疑问，你从这个话可以看清楚，中国在制定“十四五”计划的时候，那么整体的方向是什么？内循环。这个要放到“十四五”计划里面去啊。第四，科技什么？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什么特别把这个拎出来讲呢？如果中国在科技领域还是坚持这个战略的话，中国的科技永远上不去。如果还是这样的方针的话，那就一定是完蛋。为什么？你想一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什么意思？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我不搞基础研究，不做基本工作，不下基础工作，我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啊！我要集中力量去到西方去拿
在某些关键领域突破，只要突破就行。这不是一个大国要发展科技的思路，不是一个靠谱的战略。所以，如果坚持朝着这个方向走，科技没前途啊！中国的科技没前途。第五，对外开放，在推进对外开放要注意2点：一，凡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国家，包括美国啊，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格局。这第一。第二，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什么意思？我们要对外开放，同时我们这头要注意安全，要该捏住的还是要捏住，不能够全开。一些关乎安全的这个领域的问题不能开，这就是往回收了，看见没有？这在往回收啊。第六，社会管制啊，社会管制在习近平的任上，社会管制全面的加强啊。那么，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的统一。什么意思？说人话就是要加强社会管制，甚至要加强人身控制啊，就这个意思啊。七啊，这七是比较有意思的。七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啊，你看这个一个小学毕业生在指导这些博士专家们做社会主义研究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2015年11月23号，我在主持18届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做了讲话。最近《求是》杂志发表的这篇讲话，他重新再讲一遍。他说，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啊。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啊，非常可笑。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啊。这是这个总书记只要当了总书记，任何领域都可以当领导，就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就向这些专家学者们提出几点希望：一个，从国情出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深入调查研究啊，深入调查；第三个，把握规律；第四个，树立国际视野啊。这几点希望呢，基本上还是高中的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水平啊，这还是这个当领导差不多都是这样，他这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就这些话啊，就这些话。总结一下，这个座谈会是“十四五”的编制“十四五”规划的一个座谈会。那么从整篇讲话来看，第一个，对中国当前经济的真实情况完全不掌握，完全不知道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吹牛没别的，无的放矢，这整个一篇讲话。第二个，对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势非常悲观非常悲观。你一看这个文章讲，虽然里面有很多我们现在就又这样又那样，但是一看外部形势还非常的差。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内循环的经济政策已成定局已成定局。这个经济政策会反映在“十四五”规划里面去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非常好笑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在讲话中他这么说，他说，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5年计划。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其实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有两件事情其实是在不断的调整。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年的计划，每年的年度计划。为什么开两会重要？两会就是制定年度计划。每年的两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指标。经济增长指标分解下去，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把这个指标拿来做一个参数，然后换算成为他这个部门所应该相应调整的这个指标，经济指标，然后分解下去，实施落实。然后各个地方、各个省、各个市又根据这个指标来制定它本地的经济计划。这就是计划体制。计划体制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那么中国呢，还没有这其实是苏联当年的工作模式。所以习近平说我们多少年，其实我们去抄的是苏联，但苏联比中国更严密，它有很多计算的规则，中国没有，中国基本上是拍脑袋，根据历史数据来拍脑袋啊。所以中国的所谓的计划体制还不能完全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计划体制啊。中国的计划体制主要拍脑袋为主。这两个领导人呢，负责这两件事情的，一个是陈云，一个是薄一波。薄一波管财政啊，然后这个陈云是管大方向，基本上是拍脑袋啊，拍脑袋。那跟苏联没法比，苏联那个有很多数学家、很多经济学家在后面算，他们很多数据是算出来的，中国根本没有这种基础啊。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其实一直在弱化什么？弱化年度的经济指标。其实到后来，就是为什么原来叫计划，后来其实是中长期计划，不是规划。到后来觉得还叫计划不对，我不是要改革要市场经济，怎么还叫计划呢？计划不是计划经济嘛，所以变成改名叫规划。其实原来就叫计划，年度计划，这个5年计划都是这么说。后来改成中长期规划，不叫计划了。但实际上呢，5年计划这事情慢慢是在弱化的，已经不大用的了。因为实际上你靠市场经济的话，你怎么做5年计划？别说5年计划，1年计划都很难做，因为形势变化非常的快。你做了计划，你后面执行不执行？上半年一看情况根本就下半年完全不一样，你的计划执行不行？如果你继续执行和市场不匹配怎么办？你不是还一样要调整？你要调整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年度计划呢？所以实际上市场经济就应该随行就市，随时调整，不存在年度计划的问题，也更不存在中长期规划的问题。中长期规划你根本更做不了，你可以做一些行业性的规划，我们要发展方向可以做，但是你做国家性的这种中长期的规划完全没有意义。还是在讲这个啊，所以还是怎么说呢？还是不懂啊。这是第4、第5，你可以看从这个行文里面可以看，习近平脑子里面想的这些事情，还是一些什么东西？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些高中政治的内容，没有超出我们以前读高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没有超出，整体还处于那个他的脑子里装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指望他走出什么新路子，走不出什么新路子。这就是武大郎经典的武大郎开店。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的人给大家读一下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你想一下，就是这一票人，刘鹤在那里管经济啊，然后这个叫什么那个何立峰管发改委，你这2个人往那一摆已经不行了。
就是经济的核心，一个是人民银行，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发改委。那你看这几个人就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啊。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把北戴河会议之后啊，中国政局的一些变动啊，这变动就是常委们开始活跃起来啊，包括习近平啊开始活跃起来。然后其中我认为是北戴河确定了一些原来悬而未决的事情，有一些结论，同时权力又开始稳定下来，应该是有一些调整啊，有一些调整，然后大家基本上确定了就往前跑吧。所以你可以看各个常委开始活动起来，积极活动起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的各个委员会现在开的少了，然后开座谈会开的多了，那么说明第一个，说明我觉得如果那些委员会慢慢不开的话，那政策的制定最后还得回到国务院，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也就意味着李克强的权力在扩大啊，这是一个方向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今天的这个座谈会啊，我们进行一个解读。解读呢，我觉得整体形势不大乐观啊，两个不乐观。第一个不乐观就是形势不乐观啊，目前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形势不乐观，这第一头。第二个，习近平脑子里那些东西，你可以看啊，整体中国方向还不是也不乐观，就这两个，大体上是这样啊，大体上这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特别提醒啊，过去一个星期，平台吸粉吸得很厉害啊，提醒大家一下啊，请尽量的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那么如果不在了，重新订回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点亮小铃铛啊，点亮小铃铛。另外我也介绍一下，我们的 Patreon 平台已经部署完毕啊。那么那是和我们 YouTube 平台是我们现有的 YouTube 平台的一个备份啊。那么在这个备份之下 ，Patreon 呢基本上是个会员服务啊。那么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没有广告，另外还有就是对于国内翻墙的网友来说 ，Patreon 是一个相对比较友好的一个平台。友好在哪里？一个就是支付方面会比较友好啊，相对于 YouTube 来说。第二个呢，就是播放来说会相对友好一点，因为它还是一个新兴的平台，树没那么大，所以没那么招风。所以我听到的消息就是墙内翻墙播放还是比较流畅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那个已经注册的网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啊。我听到的说是播放还是比较流畅，好吧？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嘴啊。好，我们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好，明谢一下 ，Mike 猪，谢谢姥姥王，谢谢。美国马上要选总统了，大家各自有理想，请不要为某个候选人疯狂，也不必借着这里贬低别人，实行真正的民主，非常正确啊。情况，王老师说订阅会消失，我一直保持怀疑态度，但是今天上午小铃铛里面竟然没有王老师的视频，发现频道订阅真的消失了，然后重新订阅加小铃铛。我不是僵尸粉，王老师的每个视频我都完完整整的看完，受益匪浅，而且不看总觉得缺点啥，可能这就是习惯的力量吧。好的，是的，会消失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仅仅是
仅仅是个提醒，不是的，我想的真的是事实啊，真的是不是一两个网友向我反映，是很多很多的网友向我反映啊。提问：新华社、人民日报、头条、二条这些政治语言是给谁看的？你猜一下，主要是给各级官员看啊。这个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他们里面的政治语言，首先是给全国各地的各级官员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跟他们打招呼，打招呼就是我现在这么干了，那跟我们往这边走啊，今天我们要往这边走哈，跟着往这边走啊。就人民日报、新华社干这个，这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给大家洗脑，主要的任务就这两个，一个是指挥打仗啊，第二个就是洗脑，你看基本上是这样啊。观点：维尼不开委员会、开座谈会，是因为常委级的权利已经抢完了，现在开始抢专家的权利了。那这两个权利无法比啊，这个不能够怎么说呢？不能够这个两个不同级别的权利。那专家的权利跟常委的权利比，专家的权利连毫毛都不算啊，常委的权利那是非常的大啊。突发情况，刘鹤和莱特希泽通话了。刚才新华社报道，赶在股市开盘前，新闻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努姆钦通话。8月25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努姆钦通话。双方就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等问题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营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OK， 什么意思？通常在外交场合说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各说各话，就是你把你的立场讲一遍，我把我的立场讲一遍，就叫有建设性的对话。那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交集啊，就是没有进行交流啊。那么双方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等等，那基本上这是一个相对简短，然后只是为了确认对方的意图。这是一个就是说外交谈判里面有一种会议啊，或者是一种接触。这种接触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交换立场啊，就是说我在这件事情我是这个立场，你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交换立场，我把我的立场告诉你，你把你的立场告诉我，我们不谈啊，不进行谈判，不进行交集啊，不进行交集，这是应该这个会应该是这个通话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交换立场。交换立场的目的是什么？交换立场的目的是为下一阶段的这个谈判做准备啊，做准备，就是至少表明两点。第一点，双方有意愿往下走，这第一点。第二点，双方在往下走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前置要求要告诉对方。那么肯定是这次中方讲的他的要求，美方讲的美方的要求，基本上是这样啊。问题，请问王老师，众所周知，中共统计局的数据不靠谱，不说他作假，也至少不会公布真实的数据。我的问题是，中共所谓的世界第二的 GDP 数据，究竟是否包含房地产的统计在内？谢谢。不说造假，也至少不会公布真实情况。不公布真实的情况就是造假。因为数据要么真要么假，不会有中间状态，这是第一个。那么统计局现在，我认为现在
中国国家统计局它的表现不是平均的啊，那么有些时候它表现正常，有些时候表现不正常，有些时候非常荒谬。那么现在是属于荒谬的时候啊，所以我基本上不采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GDP 有没有包含房地产 ？GDP 所有的 GDP 都会包含房地产，所有国家的 GDP 都包含房地产，不过包含房地产的方式不一样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有没有包含这个房地产的因素？全部都会包含房地产的因素，不会不包含，只不过它包含的方式不同而已啊。所以，中国世界第2的 GDP，肯定是包含了房地产在内的啊。观点非常同意王舍的观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科技领域就是毁灭性的。看日本就知道，自从经济泡沫破裂后，努力练就内功，保护知识产权。现在日本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近年拿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也频频出现。科技是个什么东西？科技没有别的，就是下死功夫，就是你踏踏实实的把这件事干10年，再干10年，再干10年，就是你只能是这样。然后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情，学者做学者的事情，科研人员做科研人员的事情，然后这个企业做企业做的事，政府该做他的事情，每个人各司其职，踏踏实实的把这件事情干个20-30年，才会初见成效。那你这集中力量办大事啊，不从系统不从制度去落实啊，光想着从别人那儿拿来买不来就偷不来就抢，那怎么行？那不行，那不会你还是建立不了一套科技体制。你没有有效的科技体制，你怎么会有科研成果？不会有的啊。观点：科技发展一定要重视基础教育、学术自由，尊重知识产权，需要长期投入与建立良好的科技生态环境，并重视持续发展的能力，绝不是打人民战争可以解决的。其实这都是常识，啊，就是不需要很高级别的分析就知道的了。但是你看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说他身边的人很重要啊。情况：3线城市私人学校老师薪水人民币2500，私校。私人学校讲的是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呢？幼儿园是很低啊，中学小学2500也太低了啊！3线城市情况：宁夏首富宝塔实业负债340亿人民币，2020年7月21号破产重组。重庆首富力帆汽车负债170多亿人民币，2020年6月30日申请破产重组。青海省城投集团负债630亿，6月22号破产重组。世界500强天津物产厉害，天津物产2400亿负债，7月31日破产重整。那我手上有一个中国的这个企业的负债表，那这个负债表吓死你啊，上来都是万亿的啊。情况：新华社3.1万字长文逐条批驳蓬佩奥演讲满嘴谎言，结果墙内看见蓬佩奥讲的话，有不少都表示那个彭胖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啊，那就失策了啊。逐条批驳的话，那蓬佩奥的讲话不就泄露了吗？啊，提问王先生能不能哪天有空解释一下新加坡的政治体系？据我了解，新加坡是民选，而且3权分立，但李显龙同时表示过，不能像西方那样有个反对党，这让我有点困惑。新加坡是真正的民主吗？新加坡有反对党，新加坡是有反对党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李显龙的讲话是什么样的语境啊？新加坡怎么没有反对党？新加坡有反对党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啊？新加坡是真正的民主吗？新加坡算不算真正的民主？得问新加坡人啊，这个话我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新加坡建国到现在，它只有一个执政党，就是人民行动党，它是一党独大。一党独大算不算民主？它有没有民主体制？它有民主制度，它是大家投票选就是它有民主体制，但是它一党独大，其他的党没有它的能争不过它。人民行动党它是唯一的执政党，那你算不算民主？这个不能一句话讲完，讲不完，所以这个话我没法答你。但是肯定有2条，第一条，新加坡有反对党，第2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他们的现实，好吧？问题，字节跳动说，即使被要求，也不会把数据提交给中国政府，是什么意思？是他们可以凌驾在中国法律之上吗？还是说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和情报法是摆设？当年内涵段子被封，他们没有做任何保护产品和用户的工作，如何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会保护美国用户的利益和隐私？字节跳动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吧？你觉得美国人真的很单纯吗？我不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美国人单纯。美国人真的单纯到这个地步，他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超强的强国呢？是吗？你说呢？提问我们这代人很多都在做推强或者说推倒中共的事情，但是老师经常说中共的权力很稳固，那我们做的事情还有意义吗？或者说，老师您预期中共像今天这样折腾20年内能见到它倒下吗？因为如果没有预期，人的意志迟早会被消磨掉。好，我要澄清一下，我为什么讲中共的权力很稳固，是基于对海外一些评论讲中共3个月就要倒台，半年之内倒台这样的言论而言。为什么？因为中共的确是很强大的确是很稳固，目前他的政权的确很稳固，这是第一条。第2条，但是它是不是不可动摇呢？不是的任何独裁政权它有它的脆弱性，独裁政权有它的强大性它有它的稳固的基础，但是它有它的脆弱。它的脆弱是什么？它的脆弱也是它的某种程度上是它的主要的力量来源。独裁政权的特点是什么？独裁的特点就是它的所有的体系是一致的，就没有反对意见，他要做的事情一竿子插到底这是他的优势，所以他有很高的效率，他做事情没有反对意见，他做事情非常有效率。但是独裁政权有非常大的脆弱性是什么？就是一个不小心，你上面最大的那个是个笨蛋，那就完蛋了。那这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容易倒塌，就会容易崩塌，因为最顶上的人没有人制约他，所以他做很多昏庸的事情，下面人没办法反抗，所以这个系统也很脆弱。所以我们讲独裁政权有它的强大的地方，也有它脆弱的地方，它不是不可消灭，它也是可以消灭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推强的动作我们也可以做反抗的动作，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是说我只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隔着就死那么简单一定是大家一定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长期斗争，长期付出努力的准备，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实现。否则的话，你隔3个月没隔着死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我的出发点就是一个这么个出发点。
并不是说我们去对抗它是没有意义的，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观点：80年代年轻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还是大学生，没成家，满脑子里想，不知道柴米油盐贵，等成了家，有了老婆孩子，然后把注意力放在钱上，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打垮了。也不完全是也不完全是。在我的朋友当中有你说的这种人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满腔热情那么理想主义者，然后你再过20年再见回他，一看满嘴铜臭，这种人有的是很多那么也有什么呢？为理想付出为理想付出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曾经发过在推特上发过我一个同学他的翻译的一首诗他是个诗人，叫黄灿然，他是我的上铺，他是个诗人，他为了写诗，他只去做一种工作，就是翻译，所以他做了几十年的翻译，翻译的收入微薄，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所以呢，他还在写他的诗，还在做他的翻译工作，他还在为他的理想付出，所以不完全是这样。他有没有柴米油盐的问题？当然有当然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放弃他的理想。我身边有我不说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是有这样的人。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80年代，是任何时候有理想的人都是少数，为柴米油盐付出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人是大多数，少部分人为理想付出这是个常态，不仅仅是80年代情况，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不过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农民而已，他指导过科学，指导过军事，指导过经济，指导过医学，指导过教育，指导过体育，甚至指导过作家写作。其实他什么都不懂，他只不过是苏维埃的总书记而已。这跟习近平的情况是一样的观点：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有反对党，但是现在执政党管得很好，不需要一定更换执政党才是民主。听见吧？这是他的意见提问：王先生你好，随着内循环的逐步推进和香港的逐步沦陷，外加美国金融制裁极端手段的风险增加，个人在香港外资银行的美元存款是否存在被共产党巧取豪夺的风险？香港的外资银行美元存款被共产党巧取豪夺，我不知道这个风险是怎么来，那就说明香港的整个的银行体系已经完全崩溃了，是这个意思吗？中共已经到香港去打土豪分田地了。如果中共去香港打土豪分田地的话，我觉得美国人可能会把航空母舰开到香港去。你想一下，你要是抢这个香港的这个外资银行的钱，美国人不开航空母舰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场景吧。你觉得这种场景可能会发生吗？如果你觉得可能发生，那你就做一些准备吧，好不好？情况，我看到身边的人都是反美立场，我现在与他们讨论政治时，深切感受到什么是异端学说的待遇。你为什么要去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呢？既然他们是反美立场，不用跟他们讨论，浪费这种时间好吗？你有时间去干点别的不好吗？多看2本书去讨论这种事情完全没有意义观点：看到小学生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展望，让我想起毛时代。毛拍脑袋说多少年最应改美，底下人就按照这个标准制定数据来把这个政治符号做圆满。这种规划他们自己都不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就是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没有思想自由，何来科技创新的思想？
我想起王老师讲过很多次，中国缺少科技创新的基础生态。是的，观点我昨天思考了一下，数字货币，发现数字货币是一个重要的作用是防止外汇流失。人民币拿现钞到国外去可以换外币，信用卡、支付宝可以在国外刷，但数字货币不可以。数字货币和人民币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外界不认，一个外界有条件的认。我给你提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在我们的平台上搜一下数字货币，我们讲过2到3期关于数字货币的情况，你可以去听一下听一下我之前对数字货币的分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现有的条件下不用去思考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更多的金融学的常识。为什么？如果数字货币可以兑换的话，人民币也可以兑换。如果人民币不能兑换的话，数字货币也不能兑换。数字货币和人民币是同样的货币，它有同样的法定地位，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货币，你再去考虑什么叫数字货币。现在在推特上也好 YouTube 上面也好，有很多跟数字货币有关的各种猜想。作为猜想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结论来下，那我觉得99%的论点论据都没有逻辑性，或者甚至是缺乏金融学的基础，所以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所以这里我跟你提醒一下好吗？打卡新加坡，之前的新加坡威权比较强，政府后来发现社会需要更多的社群参与，从而使执政达至平衡。现在加大了民主的权重。今年大选后，虽然反对党没有得胜，仍然得到了一个部长职位。OK， 这个很像新移民的口吻观点我觉得针对 CCP， 它最后的下场一定是因为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一直到无以为继，引发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体运动。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各种让他们提高维稳成本的事情，并且影响周围的人和我们下一代有独立思考。能做我是这么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能控制的事情首先是我们自己。我经常讲独立思考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然后不撒谎不盲从，就是先把我们自己先做好，这是第一条。不撒谎这件事其实蛮难的，在中国人的人群当中不撒谎挺难的。然后不盲从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改变很多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很小的一件事情都值得做，不需要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不一定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传达一些信息比如说有人问你，比如我讲的是有人问你，你提供一些正确的信息来源，提供更多的选择，这些我都是觉得是都善莫大焉，什么都可以做不需要勉强，就是水到渠成就好，好吗？提问，想听听老师心中的民主制度。假如有一天中共专制倒台，中国需要花多少时间精力摆脱专制遗毒？台湾专制到民主用了40年，太辛苦了。辛苦吗？总比你专制要强吧？你说呢？我觉得心目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但是民主制度不是想出来的，民主制度是做出来的。当然我们需要去研究研究什么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然后但是民主制度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实践
我们举个例子，小孩子在一起，从我们家庭开始就不能够专制，就是要有民主啊，大家要平等的对待对方，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然后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被吸收采纳啊，这就是民主。从家庭开始，到社区，才会到最后到政权。就是说，我觉得民主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政体，民主是一个精神，首先是个精神，然后就是个意识，然后就是个实践，最终在政体上反映出来。所以民主不是仅仅是大家坐那儿想的东西啊。观点：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决定是不投降，继续挺习，没有任何问题。看来中共内部没有势力能够对抗习。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啊！鸣谢一下，产 Claudia， 谢谢 W 猪，谢谢1987，谢谢王老师和网友的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新来的网友请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的新的平台 Patreon 上面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去 Patreon 上面看一看，好吗？好，谢谢大家，再见。